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跨海婚姻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在相亲平台上认识的老王和他的女儿小王。小王5年前通过我的牵线，嫁给了一位台湾的工程师小陈，婚后定居台湾。而老王呢，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统计学教授，平时就爱拿数据说话，对大陆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引以为傲。老王平时总跟我抱怨，丽姐，你说我女儿怎么就认准了台湾那小子？大陆这边不好吗？我看台湾那边经济都停滞好多年了，我女儿嫁过去能过什么好日子？每次听他这么说，我都笑笑不接话。毕竟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接触过不少台湾和大陆的婚姻，台湾的实际情况和很多大陆人想象的差别还挺大的。我一直劝老王，有空去台湾看看你闺女吧，亲眼见见比听说的强。终于在今年春节后，老王决定去台湾女儿家小住1个月。这不，前几天他刚回来，就急吼吼地约我出来喝茶，说是要向我认错。丽姐，我跟你坦白，我以前真是井底之蛙啊。老王一见面就拍着胸脯说，台湾比我想象的发达太多了，我女儿在那边的生活质量简直绝了。看着这位平时挺严肃的统计学教授激动得像个孩子，我就知道他这次台湾之行肯定收获不少。老王掏出手机，迫不及待地给我看他在台湾拍的照片，一边看一边给我讲述他的所见所闻。我一下飞机，女婿就开车来接我，我当时就震惊了。老王滑动着手机照片说，他开的是特斯拉 Model Y， 而且还不是入门款。我一问才知道，台湾的电动车普及率超高，政府还有补贴政策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我女婿说他们家附近的充电桩比加油站还多，充电10分钟能跑几百公里，方便得很。我笑着说，是啊，台湾在环保方面一直走在前面，电动车普及率高是其中一个表现。这才哪到哪儿？老王兴奋地继续讲，我之前总觉得台北房子小，环境差，结果到了女儿家，我直接傻眼了。他们住在台北市内的一个小区，虽然房子面积不算特别大，大概100多平，但是装修精致的不得了，全屋智能化，连马桶都是那种高级的日本智能马桶。客厅有落地窗，阳台种满了各种花草，阳光充足，空气好得不得了。最厉害的是他们小区的配套设施，有游泳池、健身房、图书室，还有专门的儿童游乐区，比我们北京很多高档小区都要好。我点点头，台湾人很注重生活品质，住宅设计和社区规划确实做得不错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老王放下茶杯，眼睛发亮，他们小区周围2公里内就有3个大型购物中心、5个超市，还有数不清的特色小店和夜市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些地方全都可以用移动支付。我之前还以为台湾的移动支付没有大陆发达，结果人家不仅有 Line Pay 接口支付，连 Apple Pay 都用得很普遍。我女婿说，他们已经很少带现金出门了，连传统市场买菜都可以扫码支付。台湾的确在这些方面发展得很快。我笑着说，很多大陆游客去台湾都会有类似的惊讶。台湾虽然岛屿面积不大，但在很多细节上做得非常到位。老王继续说，最让我吃惊的是医疗和教育。你知道我有点高血压，在台湾的时候突然不舒服，女婿带我去看医生，我想着国外看病肯定很贵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挂号费才150新台币，折合人民币才30多块。看完医生开了药，1个星期的药费加起来也就400多新台币，还不到100块人民币。而且整个就医流程特别顺畅，医生态度超好，问诊很细致，不像我们这边医生总是很忙，问诊时间短。是啊，我点头说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做得确实不错，医疗资源分配比较均衡，基层医疗也很发达，还有教育。老王越说越来劲，我外孙今年上小学1年级，他们学校硬件设施完全不输国际学校，每个教室都有交互式电子白板，学生1人1台平板电脑，课程设置也特别丰富，除了基础科目，还有游泳课、棒球课、茶道课，甚至还有编程课。最重要的是，孩子们看起来特别快乐，学习压力不大，但综合素质却很高。我外孙才1年级，就已经会用英语简单对话，还会一些基础的编程呢。
台湾的教育确实比较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和快乐成长。我附和道，和大陆的应试教育相比，各有优劣。老王叹了口气，我以前总觉得大陆经济发展这么快， GDP 增长那么高，台湾肯定比不上。但这次亲眼所见才明白，经济发展不能只看 GDP 这个冷冰冰的数字，更要看普通人的实际生活质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台湾的发展水平确实很高。你这个统计学专家终于不只看数据了，我笑着打趣他，有些东西是数据反映不出来的。没错，老王点点头。最让我惊讶的是台湾人的生活态度，他们工作很认真，但更懂得享受生活。我女婿公司正常是朝9晚5，加班很少，周末和节假日绝对不会被打扰。他们一家人经常去户外活动，爬山、海边戏水、单车环岛，生活特别丰富多彩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老王放下茶杯，表情变得更加认真。台湾的空气质量和环境保护做得真的太棒了。我在台北待了1个月，几乎没看见过雾霾天，天天都是蓝天白云。我女儿家附近有个大公园，里面的植被保护得特别好，每天早上都有很多老人去那里晨练、打太极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公园里的公共设施维护得特别好，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到位，路上基本看不到垃圾。台湾的环保意识确实比较强，我点头说，从政府到民间都很重视这个问题。对，老王一拍大腿，台湾的垃圾分类制度简直了不起。他们那边垃圾车每天固定时间来收垃圾，播放着给我一个吻的音乐，居民听到音乐就提着分好类的垃圾下楼，直接交给垃圾车工作人员。不按规定分类的垃圾，人家根本不收。一开始我还不适应，后来慢慢就习惯了。现在回到北京，看到有人随便丢垃圾，我都想上去说2句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笑了。看来台湾的环保理念给你洗脑了啊。不是洗脑，是真的好。老王摇摇头，最让我震惊的是台湾的食品安全和饮食文化。你知道我这人平时挺注重饮食健康的，在大陆我们现在虽然物质丰富了，但总担心食品安全问题。结果去了台湾，我发现他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简直是严上加严。超市里的每一种食品都有详细的产地标识和成分表，有机食品、无添加食品比比皆是，而且价格适中，普通人完全消费得起。是的，台湾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管确实很严格，我附和道，这也是台湾人引以为豪的一点。而且台湾的美食文化太丰富了。说到吃的，老王眼睛都亮了，不仅有传统的台湾小吃，还融合了日本、东南亚等多种风味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台湾的夜市文化特别发达，但卫生条件却出人意料的好。我们去了士林夜市、宁夏夜市、逢甲夜市，每一家店铺都干净整洁，食品处理过程也都是公开透明的，而且价格实惠，一家人吃到撑，花不了多少钱。台湾的饮食文化确实是他们的一大特色，我说，尤其是夜市，集中了各种美食，还能体验当地的生活气息。还有这个，老王拿出手机，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，你看这个，台湾的便利店。我以前以为日本的便利店已经够发达了，没想到台湾的711、全家、莱尔富这些便利店服务更加全面，不仅可以买东西，还能缴水电费、买演唱会门票、收发包裹、打印、复印、买高铁票，甚至还能处理一些简单的行政事务。最夸张的是，便利店里的食品种类特别丰富，关键是都特别好吃。我每天早上都要去便利店买个饭团或三明治当早餐，比我在北京吃的那些快餐健康多了。我笑着点头，台湾的便利店确实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几乎承担了社区服务中心的角色。还有公共交通，老王继续说，台北的捷运干净整洁，准点率高，站内设施完善。最让我惊讶的是乘客素质特别高，大家自觉排队，车厢内保持安静，几乎不会看到人们大声喧哗或者吃东西，而且票价很合理，老人家和儿童还有优惠。最方便的是他们的悠游卡，不仅可以坐各种公共交通，还能在便利店、超市消费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台湾的公共交通确实挺发达的，尤其是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。我说，而且台湾地方小，交通网络覆盖的比较全面。老王点点头，
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慨，就是台湾社会的人情味儿特别浓。我一个大陆口音的老头子，在台湾街头稍微露出一点迷茫的表情，就会有热心人主动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。有一次，我在捷运站找不到北门站的出口，一位老先生不仅给我指路，还亲自带我走到目的地才离开。在餐厅吃饭，服务员都特别有耐心地向我介绍菜品，看我是大陆来的，还会特意告诉我哪些是台湾特色美食。这种处处充满人情味的感觉，真的特别温暖。这确实是台湾给很多大陆游客的深刻印象。我说，那种热情又不过分的友善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还有，台湾的治安特别好。老王说到这里，表情变得更加严肃。我女婿说，他们家从来不用担心夜不闭户的问题。我女儿有时候晚上10点多还自己一个人出去散步或买东西。我一开始还担心，后来发现真的完全不用担心。台北的街道即使到了深夜也灯火通明，到处都有便利店和摊贩，非常安全。最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那边的失物招领特别神奇。我有一次在捷运站不小心落下了钱包，结果第二天去失物招领处，居然原封不动地找回来了，连里面的现金都没少。台湾的治安确实是世界闻名的好，我笑着说，这也是很多女孩子选择去台湾读书或工作的原因之一。我之前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房价高，年轻人买不起房，老王叹了口气。但实际上，人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特别完善。我女婿公司的福利就很不错，五险一金之外，还有年终奖、带薪休假、结婚补贴、生育补贴等等。我女儿生孩子的时候，医疗费用基本都由健保承担，产假也有半年之久，比我们这边强多了。是的，台湾在社会福利方面确实做得不错，我点头表示赞同，尤其是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障这块。最让我感慨的是，老王语气变得更加感慨。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文化气息特别浓厚。我们去了故宫博物院、中正纪念堂、龙山寺等地方，每个地方都保存得特别好，讲解员也特别专业。周末的时候，台北市内到处都有文艺活动、音乐会、展览、讲座，很多都是免费的，市民参与度特别高。我女婿是个摇滚乐迷，带我去了几个 live house 看表演，气氛热烈，但秩序井然，完全不同于我想象中的嘈杂混乱。台湾确实很重视文化传承和创新，我说，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艺术，都有很好的土壤。我原本以为台湾经济落后，年轻人没有发展空间，老王摇摇头，结果发现人家的创业环境特别好。我女婿有个朋友就是做电子商务的创业者，政府给了很多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，台湾的科技产业也特别发达，不仅有台积电这样的世界级企业，还有很多中小型科技公司在各自的领域做得风生水起。我女婿公司就是一家做半导体设备的中型企业，技术水平在全球都是领先的。是啊，台湾的产业结构其实很健康。我点点头，虽然没有超大型企业那么多，但中小企业特别有活力，而且很多都是各自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。老王喝了口茶，继续说道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台湾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他们的长辈和年轻人相处模式跟我们大陆很不一样。哦，具体有什么不同？我好奇地问道。我女婿的父母住在台中，我们去他们家住了几天。我发现台湾的长辈对年轻人特别尊重，几乎不干涉子女的生活和决定。我女儿和女婿结婚这几年，他们的父母从来不过问他们什么时候要孩子，也不干涉他们如何教育孩子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虽然住在一起，但老人家从不随便进入年轻人的房间，都是敲门等回应才进去。这种互相尊重的氛围让家庭关系特别和谐。确实，台湾社会对个人边界的尊重程度比大陆要高一些。我点点头，这也是文化差异的体现。没错，老王兴奋地说，而且台湾人特别注重生活细节和品质。我女儿家的客厅里摆着一盆兰花，每天都有专门的时间去照料。他们喝的咖啡都是自己手冲的，连泡面都要加鸡蛋、青菜和肉片，做成豪华版。他们不追求奢侈品，但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很讲究，这种态度让我特别感动。
这就是所谓的小确幸吧。我笑着说，台湾人很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和创造幸福感。太对了，老王点点头。还有啊，台湾的医疗体系真的太人性化了。我之前提到过看病很方便，其实还不止这些。我外孙有一次半夜发烧，我们去了附近的儿童医院急诊，医生护士的态度特别好，耐心细致地询问病情，检查过程也特别温和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病房设计的像游乐场一样，墙上都是可爱的卡通图案，到处都有玩具和绘本，完全减轻了孩子看病的恐惧感。而且，台湾的医患关系特别和谐，几乎看不到医患冲突，这是台湾医疗体系的优势之一。我说，不只关注疾病本身，还特别注重患者的心理感受和就医体验。对，还有老年人的生活。老王说到自己关心的话题，眼睛更亮了。我女婿的爷爷今年已经90多岁了，但身体状况特别好，每天都自己出门买菜、泡茶馆、下棋。台湾对老年人的关怀特别到位，社区里有专门的老年活动中心，提供各种兴趣班和健康讲座。公共场所都有无障碍设施，老年人外出非常方便。最重要的是，社会对老年人特别尊重和包容。在公交车上、银行柜台前，人们都会主动让老年人优先。这种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，让我这个即将退休的人感到特别温暖。是啊，台湾的高龄化社会问题比大陆提前到来，所以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。我点头说，很多养老政策和服务确实值得我们学习，还有台湾的消费者权益保护。老王继续说，简直做到了极致。我在台北买了一件衬衫，回去发现有一点线头，第二天去退换，店员二话不说就给我换了一件新的，态度特别好，一点都不为难人。我女婿说，台湾很多商品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的政策，消费者权益保障特别到位。这种诚信经营的理念，让消费者特别有安全感。台湾的商业诚信确实做得不错。我说，这可能与他们较早接轨国际市场有关。还有一点我必须说，老王放低声音，表情变得严肃，就是台湾的新闻媒体真的太自由了。电视上各种政论节目辩论得热火朝天，报纸上不同立场的评论都有，网络上更是言论百花齐放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这些不同意见可以和平共存，人们可以理性讨论，很少看到极端的人身攻击。这种开放包容的言论环境，让社会问题能够被充分讨论和解决。确实如此，我谨慎地点点头。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特点。我以前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，但这次亲眼看到才明白， GDP 增长率高不一定代表老百姓生活质量高。老王感慨道，台湾的经济虽然增速不如大陆，但分配更均衡，社会保障更完善。老百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都很强。我女儿在台湾的工作虽然没有大陆同学那么高的薪水，但生活质量一点不差，而且压力小多了，有大把时间陪家人和发展兴趣爱好。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。我微笑着说，了解之后才能做出客观评价。是啊，这次去台湾真是大开眼界。老王点点头。台湾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们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结合得特别好。春节期间，我们去了几家寺庙拜拜，看到年轻人和老人一起排队祈福，传统习俗一点都没有被遗忘。同时，台湾又特别现代化，科技应用无处不在。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，让整个社会既有根基又充满活力。这确实是台湾的一大特点。我赞同地说，保留传统的同时，也积极拥抱新事物。丽姐，我真要感谢你当年给我女儿牵线搭桥。老王突然拉住我的手，诚恳地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女儿可能不会嫁到台湾，我也不会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么不一样的世界。这次台湾之行让我明白，我们不能只看表面数据，更要关注实际生活质量，不能闭门造车，更要开放包容，取长补短。你能有这样的认识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由衷地说，做红娘这么多年，我见证了很多跨海婚姻的幸福，也看到了两岸文化交流带来的积极影响。希望未来会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亲自去看一看，而不是道听途说。老王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思考的光芒。我回去要把我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我的同事和学生们。
让他们也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。数据可以骗人，但亲眼所见不会骗人。台湾这些年在提高民生、环保、医疗、教育等方面的成就，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，这才是真正的交流啊！我笑着说，互相了解，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喝完这杯茶，老王起身告辞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促成的不仅是2个人的婚姻，有时候还是2个家庭、2种文化的交融。这或许就是我工作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说了这么多，各位宝子们，你们有没有对台湾有了新的认识呢？其实两岸同胞血脉相连，只是因为历史原因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。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，相互了解，相互学习才是正道啊！最后，丽姐想说，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想去台湾旅游或者工作学习，一定要鼓励他们去，亲眼所见才能破除偏见，实地体验才能真正了解。台湾虽小，但处处有惊喜，风景虽美，但人更可爱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记得点赞订阅哦。丽姐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故事和独到的见解。